大家好啊！最近张继科直播的时候，相信很多球友已经看到了，他拿着他的那个选手柱和现在这个市场版的维斯卡利亚做了一下对比，也谈了一下他的观点。那么这条视频呢，很多都是他直播间的一个录屏播放出来的啊，也有很多球友在转发，包括我的一些粉丝群，大家聊的也是比较火热。那么这个话题可能比较敏感，我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张继科这个直播我没有现场看，我也是看到一个录屏，我整个过程我都看了。首先呢，他的一些观点我是比较赞同的。第一个呢，我一直认为张继科自从签约蝴蝶之后，他使用的底板和维斯卡利亚只能说是同结构。其实呢，从性能上来讲，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之前很多视频也提到过了，蝴蝶的签约球员用的板子呢，并不是市场板，而是选手柱。那么张继科本人呢，可能说不叫什么选手柱，叫特柱或者叫特制啊，别管什么样吧，反正跟市场版不一样，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第二观点，关于买新不买旧，那么我们解读一下，其实张继科呢，对于什么码的底板，他自己或者他个人，直到他直播之前都不是很了解，因为他不打市场版，他打的都是蝴蝶的选手柱。那么底板确实经过时间的沉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因为湿度、温度都在变化，所以说这个底板的稳定性，这个性能的稳定性啊，不是击球的稳定性，这个性能的稳定性肯定会有所变化。打新不打旧这个观点我是承认的，他这个说的一点也没有错，就是新做出来的板子，如果在工艺、材料、粘合剂等各个技术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这个性能肯定是新码的更加硬挺扎实，力量大。老码呢，相对来说，咱们通俗讲就是有点康了，或者说即使不康，也没有达到最初的状态，或者说新的状态。这个观点我觉得是正确的。那么这是相对于它的选手柱，因为每一支都是尽量做到一致，当然完全一致是不可能，但是蝴蝶公司会尽量把它的所有选手柱都调到接近于一个手感。那么市场版如果大家打多了之后，这个维斯的手感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或者说它这个品控，这个品控不是指做工用料什么啊，那么这个品控呢，我主要指击球的手感会有或多或少的区别，而且年份越久，可能差异的越明显。有的人说重量有影响，有的人说这个木纹有影响，有的说厚度，或者说面材、立材、大芯的厚度都有影响。那么市场版不同于选手柱，选手柱的材料可能选择的时候就尽量的把控要统一一点，那么市场版可能有什么料就做什么料。今年呢，可能树木不是很好了，那可能用一点年轻的，部位可能就偏不是那么树根的，这可能都会对底板的性能在木质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他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有待考量吧。选手柱打新不打旧，我觉得很正常。但是你说市场版打新不打旧，因为新的和旧的从手感上，即使都是新的，也有所区别。那我说一说市场版的维斯卡利亚，因为这个板子新的旧的码我可能打过有几十支，我对这个维斯卡利亚的整体变化，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首先呢，我得澄清一下，我手里的维斯卡利亚老码的就一支啊，就是我自己打的，我也不炒维斯卡利亚。就是说这个维斯卡利亚老码现在炒得这么贵，其实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靠它这个维斯卡利亚我老码我挣多少钱，我没有这个。我手里的这个维斯卡利亚没有一支是当年囤下来然后炒到高价的时候卖出去啊，没有一支，就是我打买回来，我打着好使我就留下来，不好使呢我可能就卖了。那么卖了不可能人家老码卖1500，我就非卖1000，这个价格并不是因为我炒上去的，我也不可能做这个冤大头，是不是？你们卖1500，我老的我就卖1000啊，市场什么价我就卖什么价。那么至于谁应该买谁不应该买，这个真就是因人而异了。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有的人你打新码都感觉硬弹控制不住，那你花钱买老码，那你这脑袋就是被门挤了，对不对？所以新的和老的没有谁好谁坏，我之前的视频也讲过，总体来说就是老的相对来说硬挺扎实一点，有点力量，新的呢就是手感更加好，更加稳定，更加通透，更适合发力不好的那些球友。我视频反复也讲过了，买哪个
花多少钱，这个钱在你手里，谁也管不着。你愿意买新码就买新码，你觉得老的不值，那你就不买，不就完事了吗？接下来我给这些想买老码维斯卡利亚的球友一些建议吧。这个板子确实越放越糟，然后每一次磕碰或多或少都会对底板的性能有一些影响。那么你在购买老的维斯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第一个呢，价格是不是合理？第二个，别买到假的。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品相很重要。这个品相我不是说你鱼不鱼鳞这个问题，而是说这个板子经过使用之后，肯定越打会越松散。所以说，看着比较新的，相对来说更有购买的意义。你要是看着都叙利亚成色的，这个性能就难以保证了。这种交易大多数人都是在闲鱼，而且闲鱼这个扯皮现象非常严重。你这板子人描述的很清楚，就是这块有磕碰，但你打你说大芯散了，这个你确实你没有办法去判定。你要是打官司你也打不赢。就说人家卖家拍的这个视频和你到手的这个板子确实长得很一样，是不是没有问题？至于有没有内伤，这个视频你作证不了，你就说它磕碰了，你就说它大芯散了。这个我之前呢有一个球友朋友也是买了个许昕蓝标，那你打到不同的部位，有的地方就挺有劲儿，有的地方就没有劲儿，那显然大芯就已经散了，或者已经磕坏了，这个最后打官司也打不赢。所以说我们在烧老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挑一个品相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尽量没有磕碰的。那这种呢可能价格稍微高点，但是呢你既然选择老码，既然你注重它性能，那你就不要太在意多花那几个钱。好，最后我们做一下总结。作为445天最快大满贯的张继科，他的底板咱们没有打过，咱们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他的很多的一些观点我是比较赞同的。他整个视频我看下来之后，可能就一条我不是很赞同，就是说这个买新不买旧的问题。因为他打的都是选手柱，他没有接触过市场版，你告诉他什么码他都不懂，是不是又什么鱼不鱼鳞他也不懂。就是说市场上的这个维斯，他虽然球很好，虽然他的拍子很顶级，但是他毕竟没有打过市场版，所以他的观点咱们听听就好。我个人的观点，老的和新的从手感上来讲还是有所区别。我暂时还是我的观点，我不说老的好还是新的好，我只是说大部分老的比新的要硬。那么至于是好是坏，作为消费者你们自己去判定。好了，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